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8十，吃个2、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看着也不太难，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这第一步拔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我们试了很多办法，用车压、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拔完。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夯夯干了一宿啊！等天亮我一抬头，发现我弟那俩腮帮都不一边大了。然后有了这些榛子仁，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榛子巧克力酱了。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所以就想多磨点榛子酱放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给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我们找了一圈，把家里水管嘎了。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真的，我从未如此渴望过活着。吃完饭之后，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还有这1碗点椰子油，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我去偷点懒，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掰开一个看了看，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比了一下，在外观来讲，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成本也省了好多。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2块一个，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不过唯一的不同是，吃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得会漱刺儿，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微霞5毛出。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看着可给我馋坏了。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的，但是这玩意儿在家做很麻烦，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这1500多个柿子，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就先奔冻柿子去了。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有了这房子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后来大冷的时候，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我同时开了3个。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完那月电费2500。这柿子晾到缩水2/3的时候，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就是在这几天里，我发现柿子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绳，问谁都说不知道，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每人分了10把钥匙。我算是品出来了，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皮儿有嚼劲，馅儿还有水分，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大概是捂了40多天，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就跟吃冰激凌似的，感觉特别爽。但是因为没熏硫磺，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而且吃的也没什么营养价值，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再一个，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有想止咳的，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还有那纯馋的。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出去吃上烧烤了，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
因为是给病人做嘛，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基本就没怎么合眼。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肯定马上就嘎。收拾完水果之后，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买不着新罐头瓶，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完心高温消一下毒，结果温度太高了，给手烫秃了鼻子。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能吃起来口感更好。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了，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完还剩点草莓，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这酸酸甜甜的，再带点冰碴，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水水果，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算了一下，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消杀。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1道杠一起到2023年呢，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突然就烧了2天40度。这回行了，彻底踏实了，省得老惦记。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吃着不爽。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根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那真是隔行如隔山。真的，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做好了这个碟，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最里边这个脆球，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就特别像脆香米，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有一单着急开盖，给我哥皮鞋都烫漏了，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也就是说，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然后这些小脆球要和调好味的巧克力冻实才能用，内心冻实了就可以涂膜做雪糕层了。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黄色的是香浓的大奶味，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而且为了多活几天，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心巧克力，这看着就特别过瘾。然后算了一下，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一共做了12天呢。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